虽未与普京达成一致，土耳其军队还是撤出了叙利亚。埃尔多安为什么向俄罗斯妥协了？背后又有什么目的？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据俄罗斯媒体9月30日报道，埃尔多安未能就维持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存在与普京达成一致，但是土耳其军队却已经陆续从伊德利卜地区撤出。在很多人看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俄罗斯妥协了。俄罗斯空天军最近也罕见地停止了对叙利亚亲土耳其地区的轰炸。据了解，俄罗斯军用飞机在30日下午飞越了伊德利卜，但没有进行任何袭击，这可能与该地区的土耳其军队撤出有关系。据悉，此次双方会晤，叙利亚问题是双方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众所周知，叙利亚不仅仅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其战略地位对俄罗斯而言也是相当的重要。叙利亚不仅仅是俄罗斯对抗北约的战略支点，还是保持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的重要盟友。而目前俄罗斯在叙利亚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土耳其。对于埃尔多安与普京在索契的会谈，俄罗斯媒体给出的答案是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但土耳其军队已经在陆续的撤出。有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这次土耳其军队撤退是埃尔多安向俄罗斯在变相的妥协。土耳其周边的局势很严峻，作为北约的加盟国，却一直不受北约待见。法国近期又和希腊达成了战略防御协定，双方签订了几十亿美元的军售合同，这对土耳其而言是个极大的威胁，弄不好土耳其将会被希腊狠狠地压制在爱琴海。因为 S-400又被美国制裁，就导致埃尔多安不得不寻求俄罗斯的帮助。有消息称，埃尔多安看上了俄罗斯前段时间公布的苏75战斗机，这款绰号将军的战斗机是俄罗斯研制的出口型5代机，土耳其很可能成为它的首位客户，用它来对抗希腊的法制阵风战机。不仅仅是苏75，苏35也被土耳其列入了购买计划，甚至还希望俄罗斯能够多提供几套 S-400防空系统。不过，俄罗斯能不能答应埃尔多安的请求还不知道，毕竟俄罗斯对于叙利亚志在必得，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就算土耳其暂时妥协了，他们也未必会信。要知道，俄罗斯并不是没有在土耳其头上吃过亏。几年前，俄空军苏24被土耳其 F-16击落的事件还历历在目，难保土耳其获得俄罗斯装备之后不会反水。埃尔多安想要获得俄罗斯的信任，目前看来给出的条件还不够。未来双方究竟会达成什么协议？叙利亚局势又会走向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来自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反击，欧洲自主战略迈出重要一步。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裂痕究竟有多大？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在很多人看来，欧洲和美国走得很近，不管是美国针对俄罗斯还是针对我国，欧洲总是站在美国的一边。北约军事联盟也一直以美国为主导，似乎美国说什么，欧洲就做什么。虽然欧洲自主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是却一直没有什么行动。最近法国却做出了表率，大胆迈出了欧洲自主战略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前段时间，美国联合英国、澳大利亚一起宣布组建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导致了法国丢失了与澳大利亚签订的数百亿美元潜艇协议，这让法国非常的生气，直接召回了驻美和驻澳大使。这也让欧洲很多国家对美国产生了不满，认为美国这是无视欧洲盟友的利益，战略自主的浪潮再次响彻欧洲。据新华社9月29日报道，法国和希腊之间达成了防务与安全伙伴协议，法国因此获得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单。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和希腊之间的协议标志着向欧洲战略自主大胆迈出的第一步。要知道，这次法国和美国都竞标了希腊的军舰采购项目，最终法国打败了美国，获得了希腊的青睐，显示了希腊对法国的信任以及对法国军工实力的信心。不仅仅是法国，之前德国也曾经因为北溪2号工程和美国闹得很不愉快。美国为了制裁俄罗斯，已经拉拢乌克兰，数次阻止北溪2号工程的建设，这让德国很是反感。要知道，西欧对于俄罗斯能源非常依赖，北溪2号非常符合德国的利益，这也让美国和德国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最终在德国的一再坚持之下，美国做出了让步，北溪2号才得以继续下去。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次法国和希腊之间的协议是马克龙对美国背后捅刀的一次反击，对欧洲而言也起了表率作用。德法等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透明化，再加上有英国这个搅屎棍，欧美之间的裂痕日渐加深。不久之前，美军曾试图阻止北约再次在俄罗斯家门口进行海上军演，被欧洲多国拒绝了。他们一致认为挑衅俄罗斯不符合欧洲的利益，这正巧说明了欧美之间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欧盟不久之前也提出过组建欧洲自己的部队的提议，只不过遭到了美国以及英国的强烈反对。要知道，法国的军事实力并不弱，他们有大名鼎鼎的阵风战机和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再加上德国的支持，组建出欧洲自己的军队，简直易如反掌。美英极力反对的原因，相信大家都能猜到。
万事开头难，相信在法国带头走出欧洲战略自主重要的第一步之后，会有更多的欧洲国家加入进来，欧洲各国摆脱美国的那一天将不再遥远。伴随美国内部走向无法调和、白宫一干人等权力转移国内矛盾，导致如今美国民众对华恶意持续上涨，甚至出现了相当一部分支持战争的情绪。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军也开始了全面备战。在美国当地时间10月4号，美国防务网站引擎在消息中透露，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以色列的智能射手公司签订了一份军事采购协议，预计将在今年秋季结束前交付。该协议内容大致是准备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引入一种轻武器火控系统，也被称为 SMASH2000 系统，这里就简称为智能射手好了。能力是可以让士兵在经过简单训练以后，就能够轻松在智能 AI 测算辅助的情况下命中目标。按照美国的说法，经过测试，这种给步兵使用的轻武器加装火控系统智能射手，能够让士兵可以在150米的范围内轻松命中一架小型4旋翼无人机，让每一个士兵都能成为神枪手。如果系统能够进一步升级，甚至可以将这一个范围进一步提升。而在用处方面，美国海军陆战的想法是，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战争中无人机的应用将会成为主流中的主流，而如何应对无人机带来的威胁，铸就一个成功的盾牌，将会成为未来战争取胜的关键点。而现阶段的主要问题在于，用于拦截无人机的导弹成本过于昂贵，而无人机又足够便宜。因此，美军认为，如果能做到步兵能够做到弹无虚发，那么使用这种智能射手就能够有效地做到步兵反无人机的目的，减小这种防御损耗。甚至美国五角大楼也有观点认为，可以考虑在下一代突击步枪的设计中加入这种智能射手模块，让所有人变成神枪手。值得注意的是，也有观点认为，现代战场上步兵能够推到火力一线，这已经说明战斗趋近于结束。这个时候步兵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就是打扫一下对方的参与部队，装不装这种智能射手意义已经不大。而反无人机这个功能，也至少是需要步兵肉眼发现目标，才能启动步枪的智能射手功能，而不是类似于自动机炮这种东西。如果真的需要提高步兵的射击精度，这种东西更多的可能还在于特种作战，比如斩首行动、渗透破坏行动等等。但是问题也来了，这种作战任务其实根本用不到反无人机作战，毕竟投入无人机更多的还是在战场上。也基于这种想法很好，但颇为激烈的认识，有声音认为，美军就是单纯的打治安战打得太多了，这种智能射手也就是在山区、城郊这种地形复杂的环境下，欺负一下只有 AK 和 RPG 的游击队而已。面对成体系的对手，一轮火箭弹轰炸，什么都没了。美欧爆发能源危机，难题接踵而至，美国也有点恐慌。为何说立陶宛被放弃会首当其冲？能源危机最终还是要求助普京。从去年起，新冠肺炎疫情就成了人类心头的一块雾霾。随着直到如今，疫情都依然在国外肆意蔓延，并且因为时间过长的缘故，全球多地接连爆发能源、商品供应吃紧的消息，而其中又属欧美出现的问题最多，严重性最大，时不时就能看见国外超市被哄抢一空，什么东西又无法继续供应的消息。那么话说回来，这件事会对欧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何说美欧最终还是要求普京帮忙？立陶宛会首当其冲成为被抛弃的国家？先从供应链上说起，最近这段时间，美欧算是接连出现各种商品供应短缺的问题，比如美国小学上学，结果还需要从家里带饭，不然在学校只能吃素食，原本能够用3个月的一次性刀叉，最后只能用9天。英国超市上货却被立马抢购一空，下一批次需要等很长时间才会有等等。而欧洲不仅物资短缺，对于能源的需求比美国更大。据媒体报道，近日欧洲能源、电费等已经全面提价，以至于在今年入冬以后，必然有数千万的欧洲家庭用不起这些必备能源，甚至之后很有可能就连供暖费都用不起。也就是说，如果在入冬前欧洲还没有做好任何防控措施，那么今年冬天欧洲将会很难熬下去。当然，如果单从能源上来说，欧洲其实也可以向能源巨头施压，重新分配资源，以此解决能源费用过高、民众用不起的难题。但是对于某些国家来说，这是一条死胡同，甚至很可能成为首当其冲被抛弃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立陶宛，能源危机最为严重，但是却因为常年捧美国的臭脚，屡次公开对其他大国叫嚣，搞得关系几乎是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挽救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如此接踵而至的难题，不仅沉甸甸都压在欧洲心头，就算是美国也有点恐慌，因为美国想要渡过难关，就必须要获得来自外界的帮助。这个外界除了我国不做他想，而欧洲却必须向普京求助，不然这次也熬不过去。这对于美欧联盟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就目前来看，德国目前已经获得了俄罗斯的帮助，北溪2号管道的第1条线已经正式启动了，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正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德国。但是这是建立在美国没有插手的情况下，一旦美国插手，德国理不清好歹，那么天然气的供应就必须全看普京的意愿了。而对于美国来说，如此一来，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也必将渐行渐远。而美国在如此内忧外患的情形下，想要做点什么，必然会束手束脚的。但是不做点什么，对于美国来说，就是退一步等于步步退。到时候在国际问题上，美国想要重新掌管话语权，将难上加难。